G7疯狂挑衅，加拿大被祭天了，说好一起围堵中国，美国却独自后退示好，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吕哲。最近在这段时间 ，G7集团似乎是轮着对中国进行外交挑衅，而 G7领导人峰会也是召开在即，反华气氛组已经提前就位，而总是莫名其妙反华的加拿大又开始了莫名其妙的挑衅。5月8号，加拿大突然宣布驱逐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一名外交官，给出的理由就是说他被指控试图恐吓一名批评中国的加拿大议员，已经将这位中国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限期离境。而中国方面也很快对等驱逐加拿大一名外交官，也就是加拿大驻上海领事甄议会。这场风波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风波的开始还是要说一位是中荷混血，他父亲是香港人的这个加拿大的议员，他叫庄文浩，在议会发起的一个提案，他是试图拿中国的这个新疆问题来说事儿。加拿大其实一向在涉疆问题上跳得很高，多次指责中国存在所谓的种族灭绝强迫劳动，强行安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于这一类的谎言，中方当然是会表达不满，然后就对其实施相应的制裁。而制裁不是一句两句话，还要收集被制裁人的一些亲属信息。那庄文浩在香港的这些家人肯定会受到牵连然后庄文浩就拿这件事儿大做文章，说中方威胁骚扰他们的亲属纵观这件事儿是非曲直，很明显，加拿大上演了什么叫做倒打一耙、颠倒黑白，对于中国内政指手画脚，甚至造谣，反过来指责中国是干涉加拿大的内政而中国对等制裁的那位甄议会也并不无辜，他长期和美国驻上海的机构进行配合，充当在华搞渗透的急先锋。他但凡对中国反制措施有异议我们能甩出一大堆证据来证明，所以他心虚也没发生。这些年来，几乎在所有的反华行动中都有加拿大的身影，亦步亦趋配合美国。像这次挑衅，莫名其妙，但是又在意料之中。毕竟美国有这样的政治需求，但即使加拿大如此进行激进的挑衅，美国人还转身跟他翻脸了呢。那有白宫人士就认为说，特鲁多的加拿大是对华政策上最薄弱环节，不再是美国可靠的盟友了。那除了新西兰，加拿大现在也使其成为了五眼联盟当中最薄弱的环节，所以它也不被允许加入到奥库斯联盟。加拿大，你说都这么努力挑衅了，美国还嫌不够忠诚，终究加拿大是错付了。不过最近这个风向也有些奇怪 ，G7集团是轮流反华，比如说美国商业和贸易部的这个多米尼克·约翰逊抵达香港访问，那除了和香港各界接触之外，还扬言英国不会对香港自由受损视而不见。日本呢再次妄言台湾问题不是中国内政这个意大利也放风可能会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再加上加拿大的外交挑衅。然而呢，在盟友争先得罪中国的时候，美国却放低了调门，频繁表态要和中国对话接触，肯定中国调停俄乌所做出的努力。美国芯片行业协会也表态不会离开中国市场。那美国商会还称中美经济互动并不都是威胁。沙利文还成功的跟中方官员接触说好一起围堵中国盟友站出来了，美国你为什么悄悄后退了呢？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证明原因今年1到3月，法国、德国对华投资都分别增长了50%以上，还有英国、加拿大、日本、瑞士、韩国对华投资也都分别在增长。虽然美国以及盟友天天喊着要脱钩，但身体很诚实，根本离不开中国的市场。而美国这是想吃独食。美国所谓的脱钩就是盟友赶紧走，我自己留下。毕竟美国这不是1、2次干这种事儿的人了。在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时候呢，美国给自己豁免，可以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金属材料。在澳大利亚得罪中国贸易的时候呢，它经济受损了，美国也是趁机抢占了在华市场的空缺份额呀。所以哪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只有共同的利益。好，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下期再见。